都不许动！乱动者格杀勿论。北周律例，罪臣女眷发配北境边关，许配军中无妻者，自行责配；无人认领者，充为营妓。我不要当营妓，选我，选我！求求你们选我，洗衣做饭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哎呦，可怜啊！不管咋样，被选上就是好的，总比送去那种地方强。千万别被那煞情选上，要不然也没命。你们小声点儿，别被那棵枯树底下的人听见。啊！这就是那个煞星秦风，嫁给他3天就得守寡。听说他犯起病来，浑身抽搐，鬼哭狼嚎的，吓死人。我选你，姑娘，你不要命了，可不能跟着他。前世我守着一座粮仓，却被活活饿死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就是他了。你疯了！前世在末世，我见过最强的战士，他们都有一双这样的手，筋骨比例完美，气息沉稳如山。他站了这么久，重心没有移动过半分。更要紧的，我要的是一个永远不会背叛的靠山，能打，能护住我，他全占了。姑娘，那是秦风，家徒四壁，而且还一身伤，你就算为了活命也不能选他。有胆色，就是命短了点。煞星配醉奴，倒也般配。我养不起你，你看错人了。我养你，你只需要在有人欺负我的时候护住我，这就够了。不怕要了你的命，你就跟着吧。还真跟回去了，这醉女怕是脑子有病吧？跟回去又怎样？就秦风那破屋子，四面漏风，屋顶都能看星星。今晚一过，保准哭着喊着要换人。大哥，你真把媳妇儿领回来了？走，回家。可是咱家连锅都揭不开了，婆婆说今晚的米汤都没着落。姐姐来了吃什么？家里有地吗？后院有块地，可是北京的地种不活东西，撒了种子连芽都不发，白费力气。有地就有活路。他真打算在这儿活下来？婆婆，我大哥领着新媳妇回来了。咱们都没饭吃，你又领个人回来，这往后怎么过？婆婆，人来都来了，要是没人选他，他就去营妓。也是个命苦的人，走吧，回屋。家里就这些了，就这饼子还是风儿从军营省下来的，你别嫌弃，垫垫肚子。姐姐你吃啊，蘸点汤就软了。我吃好了。风儿，你再吃点。这样下去熬不了几天，明天一定要想办法弄些吃的来。闺女，你起这么早，婆婆给你烧点水。不用了，婆婆，我想去外面转转。转转？这北境荒山野岭的，外头没什么好去处。姐姐你要去哪儿？我跟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走走就回来。不行不行，大哥说了，北山里有狼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要我跟着你。要这小子跟着，好多事不方便；但若硬拦着，反而容易被人怀疑。罢了，跟着可以，但要听我话。行行行，都听姐姐的。那你们不要往深山里去，就在山脚转转，早点回来。姐姐，这山脚下我都跑遍了，就东边那片洼地，去年下过大雨后长了一片野葱，我跟婆婆挖回来吃了半个月。后来呢？后来被村里人发现了，全挖光了，现在连根都找不到了。辨知于可食用植物，寻找水源痕迹，判断土壤肥力，是前世用10年末世生涯换来的本能。姐姐，这草不能吃，苦的，我试过。第二菜能吃，煮汤、凉拌都行。这也能吃？我以为就是野草。这片山坡朝阳，土层浅，再怎么找也不会有太多收获。阿石，山里有没有背阴的地方？常年不见太阳的那种。北边有一道沟，叫鬼见愁，两边都是石头崖，
一年到头阴森森的。带我去。婆婆说那里不干净。你怕的话，在这等我。谁怕了？我带路。姐姐，就这儿了，你进去吧，我在这儿给你放哨。现在能力还不够强大，只能先这样。不过也够吃好几天了。冰原哀，先养着，等时机成熟再来收。姐姐，你从里面找来这么多野菜，姐姐，这些野菜都是你在沟里找到的。这些菜是长在不见光的地方，你以前没往深处走，自然没见过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，才来1天就知道哪里长菜。回去以后就说是在山脚东边的洼地找到的。我知道了，姐姐，你是怕别人知道了，跟上次一样全挖光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婆婆，你看，野葱、山蒜，还有这个地耳菜。这是从哪儿来的？东边洼地。这么多，够吃好几天了。老天爷，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北山的背阴沟里长了不少好东西，只是以前没人往深处找。我们在这里住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野菜。你一来就有了，是个有福气的人。山里长的东西，只是今天找到了。闺女，今天这菜先别往外说。北境这地方粮比命贵，要是让人知道了，全村的眼红鬼都得来找事儿。咱孤儿寡母的，风儿又常年在军营。我知道。哪来的菜？我和姐姐在东边洼地找到的。他说他能养我，原来是真的。不过他这运气也太好了点。末世囤粮的第一课，没有什么地狱开局是一片菜叶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用一山的菜叶子。这么凉，他这是毒，要赶紧治，晚了恐怕……阿石，过来看着你大哥，我去找药。又犯老毛病了，每次犯病都跟走趟鬼门关似的。姐姐，你要去哪里找？鬼见愁，我白天那里见过一味药草，能治他的寒毒。鬼见愁，那地方太远了，大半夜的，山里还有狼，你不能。姐姐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事啊？我去追他。你去了也是添乱，咱就在家等着。他才来1天，不会是跑了吧？白天在鬼尖头看到的冰原艾，品相比末世的还好，治疗寒毒效果最好。大哥，你撑住啊！风儿这病越来越重，以前能扛过去，这次也能。他昨天才来，又遇上风儿是这个样子。不会的，姐姐不是那种人，她白天还带我挖菜。是婆婆想多了，婆婆想多了。我回来了。闺女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时间长了点，山路不好走。阿石，好了，等他明天醒来就没事了。这就好了，军医都说治不好。军医主攻刀伤之类的，对毒不精通，这种寒毒极其阴毒，一旦中毒就要时时经历钻心之痛。谁会对他一个小兵下这样的毒？他的身份一定不简单，等他醒了必须要问出来。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还难受吗？差不多了，再养伤2日就好了。你先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我有事问你。婆婆，你去熬点粥，我有些饿了。
你有什么想问的，直接问吧。你身上的毒是怎么来的？灭门的仇人。仇人？等到了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如果你害怕，现在可以离开。你的毒已经抑制住，再慢慢调理，能除根。好好歇着，我再找点草药回来。老天爷，真的开眼了，送来了一个能救风儿的人。昨天有人看见你们家熬野菜糊糊，我还当是看花了眼，原来是真的。你们哪来这么多野菜？赵嫂子，这是孩子昨天去山里挖的，不是什么金贵东西。不是什么金贵东西，这些东西我们翻遍了都找不到几根，你们一挖就是一大筐。谁说不是呢？这季节能挖着这么多嫩菜，骗鬼呢！秦婆婆，你们家多出这么多东西，是哪里偷的？赵嫂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们秦家从来没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儿。那就奇怪了，我们都没找到，凭什么你们一去就能挖回来？你们胡说，是姐姐带我找到的，她知道哪里有野菜。就那个醉奴，他一个从京城来的金枝玉叶，知道什么是野菜？少骗人！行了，你们偷偷摸摸弄来的东西，我也不多要，分一半就行。你想干什么？一个醉奴还敢动手了？信不信我叫人去？那正好，让大家都来评评理。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也不想随便动手。但如果有人欺负到我头上，我这双手在京城里掐过死人，别逼我再掐一个。我们走，跟一个醉奴计较，掉了身家。一个醉奴敢跟我动手，走着瞧。多亏了你，我嘴笨，真说不过他们。以后再有这种事，不用跟他们讲道理，喊我就行。你不怕他们到处说你坏话？得罪一个就是得罪一窝。我在京城当御史千金的时候，得罪的人比他100个都多。好闺女，姐姐你太厉害了！你刚才掐他的那一下，他脸都白了。山姜洗完了，马上去。看够了？下次这种事让我来。你来？你怎么来？跟几个女人讲道理？你在军营里能打，在家里未必能行。有些人用拳头对付不了。我能把他们扔出去。行，下次你来扔。阿石，今天再进山。好啊好啊，去鬼剑口。上次那地方还有好多野菜没挖呢。那鬼剑口太危险了，不要再去了。秦风的毒还没有根治，需要一些药材，必须去一趟。路上吃，早点回来。天黑之前一定回来。姐姐，这次我们去哪里？野山参，至少长了3年。这是人参，看着跟野草差不多。这是当归，活血用的。那边那一丛是黄芪，治体虚的。还有这个龙点草，清热张湿。啊，姐姐你连药草都认识？京城来的人都这么厉害吗？阿石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大哥和婆婆是从京城来的，我是这里的孤儿，大哥看我可怜，才收留我的。那你大哥和婆婆为什么来这里？也是罪臣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来这里了。再往里走走。冰原艾，这一簇比上次碰的品相更好，这简直是上天送给我的药棚。走，下山，先去药铺。这些药材能换不少粮食吧？哟，又进山了，这次又弄了什么好东西？北山都快空了，你们居然还能弄到野菜！天天往山里跑，每次都能带回来东西，绝对有鬼！买药还是卖药？卖药。这东西你从哪儿弄的？山里挖的。北山？北山可不出这个品性的山参，这看着倒像是南方货，莫不是来路不正？你手里那株参，炉头3节，须根完整，至少3年以上。北山确实不常出参，但出了一株就是好的。当归倒是不错，不过这东西不值钱，没什么收头。这批当归端面油润，
挥发油含量够足，比那些干瘪的陈货好上1倍。可以叫懂行的来验。这当归好香，比上回我买的那个闻着都冲，好货。姑娘，北境的药材买卖都得经过我百草堂，你这些药材来路……我住在边恩村，药材是我自己在山里挖的。掌柜的若觉得来路不明，那可以不要。慢着，野山参按品相论价，当归和黄芪照市价走。伙计，拿镇子来，称重吧。野山参4株，品相上等，作价3两银子；当归3斤，作价5钱；黄芪2斤半，作价3元，总共3两8钱。姑娘，往后还有好货，直接来百草堂。好。姐姐，3两8钱能买多少粮食？够吃1个月。婆婆，我们回来了。这哪儿来的？卖药换的。这么多，要花不少银子。不买的够，每人都做1件。做，婆婆今晚就裁，给风儿做1件，给你也做1件。哪儿来的？他们2个去镇上卖了药材，换回来的。北山能挖到药材？背阴沟里，土好，湿度够，适合野参生长。北山不是参场，军医帐的人找了几年都没找到过野山参。你想问什么？你们去的地方危险，以后我陪你去。在京城的时候，父亲书房里有几柜子的医典，我从小翻到大，把书上写的地形、水土和实际一比对，就知道哪里长药。没有逼问，只有信任，这种感觉还不错。从小就这样，心里有100句，到了嘴边就剩3句，足够了。你真看清楚了，他每次都从鬼剑逃出来，我盯了2次了，每次都是满满一背篓。我就说嘛，一个京城来的罪奴，身上能没点邪门本事，能在北境活下去，那可是老一辈说的兄弟。兄弟里长出来的东西，谁知道是药还是毒？他拿这些东西换钱换粮，是祸害咱们村。你打算怎么收拾他？一个罪奴还能翻出天去？你们就等着瞧吧！郑理正，您得管管，村里有个罪奴用妖法，他迟早能祸害全村。大清早嚷嚷什么？秦家那个罪奴天天往鬼见愁跑，每次都背回来1筐的野菜。鬼见愁是兄弟，他一去就有，这不是妖法是什么？鬼见愁底下埋了多少人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用了什么邪门东西？说完了。说完了。你有证据吗？我亲眼看见的。行了，我先去秦家看看再说。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怎么都来我家了？有人告了状，我来问几句话。温娘子在吗？在。有人说你用妖法在山里找野菜。这是冰原艾，北京特有的药草，药典里叫北艾，长在背阴潮湿的石缝里，炮制之后能温经驱寒，治寒痹关节痛。如果李正不放心，可以叫懂医的人来验。李正，您的腿是不是阴雨天就疼？你怎么知道？您走路的时候左膝不敢盆重，而且您刚才弯腰时膝盖弯不下去，这是老寒腿，北京的老人都多少有点儿。可以试一下吗？热了，膝盖发热了。平时一到阴天就酸胀发凉，这会儿暖洋洋的。温娘子原来懂药理，这是医术，不是什么妖法。赵氏，你诬告他人，按规矩该罚，但念你初犯，这次就算了。以后再有人拿妖法说事，绝不姑息。温娘子，多谢，这膝盖的毛病困扰老夫好几年了。隔3天换1次药，坚持半个月。哼，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刚才幸亏你在，赶紧歇一歇再弄。药苗在鬼剑土长惯了，换了水土容易死，得赶紧种下去，成活率高。姐姐，
你把药材都挖到家里种了。鬼见丑太远，以后常用的药材就种在院子里，随时能用。婆婆在这院子里住了5年，头一次看见有东西能在这儿长。回来了。你的本事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好，你不害怕，不觉得我是妖怪？我能让植物长得快一点。在北山找到的那些药材，不全是天生的，有一部分是我用这个能力催生出来的。我不告诉别人，是因为不想惹麻烦。你是我媳妇儿，我会护住你。我知道。姐姐，有人找。温娘子，我姓冯，是边军依仗的主事军医，贸然登门，失礼了。冯军医，请进。前些日子在镇上，我无意间看到温娘子卖给百草堂的那批药材，品相极好，炮制的也到位。现在军中金疮药告急，温娘子若能长期供药，价别包你满意。冯军医需要什么药？多少量？边军常用药一共12味，其中缺的最厉害的是金疮药的3味主药：血急、三七、冰片。冰片我暂时没有，北地不适合产冰片。那血结和三七？血结的原料是龙血树的树枝，北京没有龙血树，但龙胆草可以作为替代。药效虽不如血结，但止血消炎的效果足够。我手里有一批龙胆草，品相不错。这里的气候和土壤适合三七生长，1个月能供10斤。那就龙胆草和三七，你手里有多少，我要多少，价格随你说，绝不亏你。不急，我有2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供应的药材价格比市价低30%，算是我给边军的心意。温娘子，大义，在下佩服。第二，冯军医要帮我写一份边关常见病症和常用药材的清单。边关本地的水土病和京城的病症不太一样，我需要本地的临床经验。温娘子，这2个条件我都应了。北境长项病分3类，一是风寒痹症，常用桂枝、焦虎、毒蕹；二是外伤金疮，军营必备，就是刚才说的血急、三千、冰片；三是时疫温病，春冬2季发作，常用板蓝根。温娘子，我在边军医帐干了12年，药材从来不够用。你有这个本事，不只是帮了我，更是帮了整支边军。冯军医的清单我会好好看。第一批龙胆草和三七，3天后送到医帐。温娘子，你懂医理、识药力，又有路子搞到好药材，这样的人才不该只在一个小村子里埋没。有没有想过开个义诊堂？义诊堂？边关缺医少药，附近的老百姓得了病，要么扛着，要么去镇上花大价钱。你若有心，冯某愿意出力，医帐那里有多的药材可以拨一些过来，我跟千户大人报备。容我想想。姐姐，你要开诊堂，是不是就跟镇上的药铺一样？义诊堂是积累人脉和口碑的地方。上一世在末世，我一个人守着一座粮仓，最后还是被害死了。这辈子必须有更多的同盟。哟，没伤着吧？看你躲得挺利索的，这招怎么没躲过去？去医帐包扎。你也看见了，金疮药没了，这批补进的文书递上去2个月了，连个回音都没有。先用绷带扎紧，能止住血。回去让你媳妇儿想想法子，她手里应该有好东西。这怎么弄的？怎么突然受了伤？不碍事，训练碰了一下。坐下。明天早上之前不要拆，今晚不要沾水。好，下次不会了。你还有家人。我知道了，没有下次了。老天爷，这药也太灵了！
比军中的药要好。这个方子是改良过的，药材用的也好，效果自然就好。你这伤口是昨天伤的内？今天就结了痂，用的什么药？金疮药膏、龙胆草、三七、冰原艾，我自己配的。这配方比我的旧方子好太多，3味相配，比原方更温和。温娘子，以后军中的金疮药膏优先跟你定。这罐你先带回去，给依仗的重伤员用。配方和炮制方法，我改天写给你。你这是把方子给我？方子再好，不用就是废纸。依仗里有大夫，有病人，比当废纸有用。我替依仗的兄弟们谢过温娘子，以后温娘子但凡有需要冯某帮忙的地方，冯某绝无二话。温娘子，我上次提的义诊堂的事，你考虑的如何？若有心，依仗那边可以拨一些基础药材过来。阿石，在，去把村口那间空屋子收拾出来。郑里主上次说给咱们用。那片地不用看了，连野草都不长，种什么死什么。土里缺东西，补上就行。姐姐，你要干嘛？翻地。这片地是死的，大哥以前翻过，3尺深都是。我知道，帮我拿水桶来。有人在家吗？温娘子，你给的药敷了2回，这阵子阴天都不疼了。今天特意来感谢你。你连着敷上2个月，差不多就能根治了。听李正说你要开义诊堂，什么时候开？我老婆子头一个来。再等等，药材还不够。不急不急，你忙你的，开业了招呼一声，村里人都来。那义诊堂的事，你心里怎么打算的？等这批药材收了，配够3个月的用量就开业。姐姐，这土比北山的石头还硬，种得活吗？姐姐，你脸色好白。快了。姐姐，姐姐。水。去找点种子来。接下来几天不要动它，让种子自己发芽。我天天看着。还不睡？志宇，王周，别动着。义诊堂的药材还要再配3个月。梁种我守着，义诊堂的事明天再说。你先睡。昨晚你昏倒了。你在这儿蹲了1夜。秦风，以后晚上不用守着，梁种没那么娇气。姐姐，你醒了！大哥说你昨晚昏倒了，让我别吵你。芽发芽了，活了。这是咋了？前几天还好好的。北京的气温太低，种子扛不住冻。还是种不成，又是白费力气。把这批粮食结出来的籽全留着，再种就能扛住北京的冬天。这就行了？绝对没问题。 3日后，我要去黑石哨站驻守3个月。黑石哨站在哪儿？最北边，翻过黑石山就是蛮族地界，很危险。拿去。我不要！你把银子都给了我，你怎么办？义诊堂的药材还没攒够。你现在有弟兄要养，他们是你的兵，也是你的命。想活着回来，就得让他们也活着。 我一定活着回来，这是我的全部。我想娶你，不是军中配婚的那种，是拜父母、拜天地，是真的。好，
婆婆手艺不好，这嫁衣做的糙，委屈你了。做得很好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义诊堂的药材我已经从依仗调了一批过来，算是给温娘子的嫁妆。谢了。新娘子出来啦！吉时已到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以后我赚的每一两银子都交给你，我立的每一份军功都归你，谁欺负你，我挡在你前面。好，这是干粮和药膏，用完捎信回来，我再配。好，我走了，等我回来。大哥早点回来！进屋吧，他会回来的。我知道。谁？赵嫂子，你半夜来我家干什么？老东西，闭嘴！赵嫂子，秦婆婆摔了！摔了就摔了，一个老婆子装什么？上次你诬告我没有追究，这次你还来偷药材，休想让我再放过你！温娘子，我错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一回。我家里还有孩子，求求你，我给你磕头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理证干啥？阿石，去请郑理正，现在！赵氏，你又干了什么？理正，您听我说，我就是路过，真的就是路过，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。他们夜闯民宅，偷盗，伤人。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谁看见我偷东西了？我看见了，你翻我家粮膏，还推婆婆，还有2个人，他们跟你一起来的。我就是跟着来的，我不知道是要偷东西。对，赵嫂子说带我们来帮忙的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胡说！明明是你们自己说秦家有东西。赵氏，你上次诬告温娘子，我念你初犯，只训诫了事。这才过了多久，你又翻墙闯宅，还伤了人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拿点东西，谁知道他忽然……你是知道秦校尉不在家，以为他家里只剩老弱负重，好欺负。温娘子给咱们村的人治病，1文钱没收过。赵氏这是偷全村人的救命药。赵氏夜闯民宅，盗窃、伤人，3罪并罚，按律杖10。赵氏本人去修边墙8个月。温娘子，秦婆婆的伤，脚踝脱臼，应该没有伤到骨头，我能治。李正，一诊当的药材没少，赵嫂子还没得手就被我碰见了。那就好。经过今天这件事儿，往后没人再敢打你们的主意。谢谢李正。婆婆，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婆婆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？不是您添麻烦，是麻烦来找咱们。好了，不疼了。姐姐，你今天好威风，赵嫂子被你吓得脸都白了。以后你记着，我们不欺负人，但有人欺负到头上，不能缩，缩一次就会有第2次。好了，赶紧去睡觉。前世我一个人守着一座粮仓，这辈子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。温娘子，
你可来了！上一批金疮药膏已经全用完了，新到的伤员还没处理。龙胆草和3七各带了10斤，另外多配了2罐金疮药药膏。你看看还需要什么？你一个人在山里挖这些，真是不容易。他多久没换药了？4天。金疮药断了以后，只能用盐水洗，但化脓太快，盐水压不住。我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栓子。多大了？19。这药膏比军营的旧方子快3成。你年轻，恢复得快，按时换药，这条腿能保住。谢谢嫂子。他多久没吃东西了？3天。军粮已经断了5天了，每人每天只有2碗稀粥。这个兵的伤口不致命，但长期缺粮导致身体没有营养愈合伤口，这不是药能解决的问题，是粮食。粮食要尽快种耐寒的粮食，产量还要大。什么？这些伤员缺的不只是药，还有粮。伤口要愈合，身体要有东西烧，光喝稀粥烧不了几天。我知道，但军需居教处账上还有银两，但北境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大批粮食。秦夫人，上次你给重伤的老无头用的那株药草，我只想问，你还能不能多弄些？能。那就够了。义诊堂那边需要什么列个单子，依仗有的一定拨。能种粮种药，能看诊治伤，这样的人怎么偏偏是个罪奴？发什么呆？婆婆，我想把院后那片荒地全开了。全开？昨天在军营里，好多伤兵不是死在伤上，是死在饿上。药能救人，粮能救命，2样都不能少。开，婆婆帮你开。婆婆虽然腿还没好利索，坐着也能拔草。我翻地，我劈柴，你说咋干就咋干。那今天开始，院后这片荒地全种上粮食。姐姐，要不你先歇歇，明天再弄也来得及。明天有明天的事，义诊堂还有3个病人等着复诊。冯军医那边的第3批药膏要配，今天不把这片地翻完，一拖就是好几天。荞麦耐寒，高粱耐寒，2种混着种，万一哪一种扛不住，另一种还能顶上去。姐姐，鱼，我在南边小溪里逮的。哪来的小溪？上次你带我去鬼剑松路过的那个山涧，我拿竹篓扣了半天才扣到这2条。好小子，婆婆给你炖汤，今晚加菜。洗个手再上桌。遵命。阿石，拿镰刀来。要收了。收了。收粮食啦！5年了，婆婆在这院子里住了5年，头一回看见地里长出粮食来。天爷，真种出来了！这死地里真长出粮食了！温娘子，你这是怎么种的？能教教我们不？这是我自己留的种，比南边买来的耐寒。明年开春，你们可以来拿。你把种子分给我们，你自己怎么办？我留够了，这些种子你们拿去种，种活了，以后村里就不用饿肚子了。温娘子，你给咱们治病不收钱，还把种子分给咱们，咱们怎么还你这份恩情？种活它就是还了。北境的地长出粮食了。你院后那片地真种出来了？荞麦3斗，高粱2斗。我在北境行医12年，头一回见到有人能在死地里种出粮来。温娘子，你不是一般的大夫。我不只是大夫，我还是个种地的。种地的也好，看病的也好，温娘子，你这个义诊堂是北境第一个不收钱的医卷。老夫已经向镇上递了文书，往后义诊堂的药材采买可免1半的税。谢理正。老夫做不了什么大事，点小事还是能办的。对了，黑石校战刚送回来的军报，秦校尉让顺道捎给你的。平安，勿念，我活着回来。秦风。大哥信上说什么了？说平安。就这？
就这。